这座城市白天被称作西北阿富汗，晚上却被称作西北曼哈顿。这是我整趟甘南行程当中唯一让我吃到撑的城市，也是我们甘南的始发站，甘肃的省会城市。妈，我们这在哪儿？他知道吧？兰州。这是我第2次来兰州了，上次我自己已经去观摩了著名的马踏飞燕，也夜登了蓝山，见证了兰哈顿的壮观。这次跟父母，我们主要以美食为主，景点为辅。我牙掉了。兰州还有什么好吃的？请在评论区多多推荐。视频结束，请告诉我一晚上到底吃了多少东西，能让我发出这样的感叹？吃太多了，我都撑得慌。早，各位，今天要从榆林开车，又得700公里吧，然后到兰州。但按我爸的意思，还不一定能到得了，看今天能开到哪儿就住在哪儿吧。感觉昨天晚上好像下过雨。他们这早晚温差是的，晚上还比较冷，白天就热死。看宁夏路边很多小风车。它这边也风大。啊，对，宁夏这边就是风大，所以他弄这风车。风力发电。现在3点40，我们已经开进了甘肃，但是刚才车不知道怎么回事打滑了，差点撞上那个高速旁边的围栏。检查一圈好像也没啥毛病，它控制不住嘛，不知道出什么毛病了。紧轮胎。多吓人啊！刚才这道上人少，他开的还就这会儿开的稍微慢点。他一直都开那么快，那要那么快的话，他刹不住。我告诉你，非得能快在里大，他反而倒没事。然后这车啥毛病，最后也不知道，就先开着吧。可能刚才是开叉子上了。楼真远，看看。对，你看这一块儿。他们这边这楼有点那个重庆那边那感觉。我发现他们这好吃的牛肉面都是早餐或者午餐，所以晚上我们这第一顿就没吃牛肉面，找了一家，这个当地的菜吧，不知道怎么样看。他们这儿应该就是这个鱼比较特色，因为挨着黄河嘛，对吧？你要觉得鱼好，我不想点鱼，它1斤69，但我也不太鲤鱼，我也不太想吃。它这儿应该特色是这个东西，龙上3蒸。像你天了是哦，这是虾，他们这价格可不便宜。是免费的吗？那可以不要吗？你本来也不爱，本来我也不爱喝茶，你说还得花钱喝。点一个这个玫瑰焦溜肉片，然后点一个这个臊子酸菜土豆泥。然后再点一个这个兰州糟肉。哦，这酸菜和土豆泥放一块，这是什么方式？尝一口还行。我觉得酸菜不太酸，但是土豆泥挺好吃的。土豆泥本来我以为挺下饭的，实际上也不是很下饭，可以直接吃。这个叫玫瑰焦肉片。哦，要靠。还不错，酸甜的味道，跟那个锅包肉什么糖醋里脊基本上一个味儿。它炸的比较透，外壳是比较酥的。点了一个这个糟肉，没点那饼，因为我们点了米饭，主食稍微有点多，一会儿试一下直接吃或者就米饭怎么样？尝一下去。酱豆腐。糟肉嘛，它就是酱豆腐那种东西糟的。啊，酱豆腐味儿还挺重。这就是吃第一块的时候好吃，然后越吃越腻。但是第一块挺好吃。最后还有这个兰州炒饭，还行。那米饭弄得挺嫩的，但没啥味儿。别看它色儿这么重，但实际上没有太重的味儿。然后酱油的味儿，然后放了一点什么呀？甜的还是什么的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觉得米饭配这个糟肉应该还可以，尝一下。
实话太少，不能让别人多想越腻。我感觉米饭跟这个挺配，但是跟那个肉糟肉挺配。直接吃那糟肉还是有点腻。这样但是还行啊，这个菜，下饭菜能吃饱。你看，还知道先给你尝一碗。800年一回啊！快别说啊！哎，又来劲了。他们这儿这东西味道还行，但是就是放油放太多。他那炒饭里边幸亏放了那个什么芹菜，放芹菜稍微让它清爽一点，没有这芹菜感觉更油。所以这个菜就是属于刚吃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吃，然后越吃越觉得腻。对，吃第3口的时候就腻了。然后吃不掉了，就剩了一堆。这东西吃到后来腻的要死，这个吃到第2块、第3块的时候腻的不行。这饭还可以，但饭之所以可以，里边放了芹菜，感觉提一提清爽的味道。吃不了。啊，不行，真吃不下去了。这店怎么说呢？就是如果要是吃不了面，想要来吃饭的话，来兰州试一下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。但如果要是能吃面的话，就有很多更好的选择。好吧，我们晚上来这个正宁路小吃夜市逛一下。正宁路小吃夜市，这街的人气还是很高的，但这路真的很窄很小。这马爷牛奶醪糟还蛮有名的，排的人也很多。他们这儿有一个 trick 啊，就是因为你要排队等，然后你像本来我就不想喝，只有我爸想买1杯，然后因为等了半天，所以索性我也来1杯，就一下买了2杯。然后我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状况，这个很机智。有的人众怀疑他是2个炉子只开一个，就是为了要有排队，因为如果把2个炉子都拍了以后，就没有这么长的队了。有人排队就有人买，这老板很聪明。这羊头，这都是羊杂嘛，这是羊杂嘛，是羊杂。我都不吃这些东西。哇，这羊头有点吓人了。这是土豆饼，这土豆饼就土豆做的金丝饼。我说实话，这些羊杂我也吃不了，就看着有点吓人。哇，这水果很漂亮。收获啊！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向回都下来了。这是啥呀？哟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怎么还人脸呢？长相？这树上结的，这是？这个叫啥？人参果。人参果。哎，这人参果不是这样的，人参果不是这样的。真的有点意外哦。我后面这家甜胚子好像评价还不错，可以买1杯。买完了，现在是拿着一个鸡蛋醪糟，拿一个甜胚子，一凉一热，一会儿再喝吧。这个酸奶好像排名也还不错，去试一下。那现在有酸奶是吧？就是酸奶啊，就是酸奶是吧？吃过没？没有。我能拿个菜单不？你想吃个酸甜的还是？能拿个单子吗？就下面。哦，好多种，不是一起的吗？不是一起的。我还以为。所以我就说你怎么不招待我，不愿意让我买是怎么的？偏酸的吧，偏酸的这样，一个酸甜，一个偏酸。这个是酸甜适中。那您也给我推荐一下，我不知道点哪个。你要几份？叫1份。那你就吃这个吧。嗯。为啥？拉姆双加，这吃的人最多的。啊，那就要这个吧。他们这店还挺有藏族调调。你看要个啥呢？我这是个小份拉姆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个搅和。格桑双加，格桑。我这还有一个那好了。你好。要一个8宝，一个燕麦，小的大的。味道不错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有一点像奶皮子似的东西。老板，这拉姆啥玩意儿啊？是这绿的还是这个
这个脆。拉姆不是任何一种东西，拉姆是我们这里加了青稞和马仁的酸奶起名叫拉姆。哦。加的不同的料起了不同的名字。那上面脆的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脆是奶皮子。哦，我就说挺像奶皮子，加了点糖更好吃。给孩子炖换一下吧，这个炖的低。刚刚吃那饭太腻了，喝点酸奶还是很爽。啊，里面加青稞还有红豆，尝尝。好吃吧？牙掉了。啥呀？这吃一那啥牙掉了，真假的呀？太脆，真的。妈呀！哎，你看，嫩的。点儿啊！不吃，都喂你嘴边了还不吃？他他妈成心间，他气死了。爱吃么不吃？吃呗。这是上厕所不嫌凉的。酸点了。对呀，它这不是纯酸的。这酸奶真的是有惊艳到我，真的很好喝。然后刚才问了一下店主，就是这么好喝的酸奶为什么不在北京或者上海开一家分店？他说这个酸奶里面因为不含防腐剂，所以如果运到北京或者上海的话，酸奶就该坏了。所以如果大家想喝，就只能来兰州了。我必须吐槽一下这个路口啊，这个路口这么小一个路口，居然要走地下通道，还挺深。你这让老人家怎么走？我只能从这儿翻一下，从外头走，看跟那些人一样。这路口这么小，总共10米，在搞什么？我后面就是中山桥和白塔山。这都10点多了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？这台北市一摸。中山铁桥100年纪念碑。哇，这中山桥已经有100年历史。这就是中山桥和白塔山。你不得不说，这个桥黑色配这些灯笼，还是多少有点诡异的。我之前白天来过，但是晚上这个桥上有灯笼，其实还蛮漂亮的。这桥上的灯笼离近处看真的很有中国风，而且很漂亮。但是你知道这个离远了看稍微有点诡异，因为桥是暗的，然后上面红灯笼，你们懂哈？现在是已经10点半了快，然后这个桥上还有非常多的人，走路还相当慢的。就可想而知，这中国的2线城市人口还相当密集的，不管是旅游的还是当地的。当然今天是周5，可能有这个原因，大家可能都出来放风吧。走到中山桥的最北侧，对面就是白塔山，但是灯光很漂亮，但晚上没有开。从这个白塔山的山顶就可以看到兰州的一个全貌，还是非常壮观的。白天我还建议大家去看一下。妈，我们这在哪儿的知道不？兰州。对了，我们这在什么桥上？这著名景点儿。这叫中山桥。哎，对，中山桥，对。这不是白塔山吗？对，哎，你还真知道啊！我这刚看完，就是记不住，回家就忘了。当时这看完了记住。好吧。过后就吹。能记住不错。记不住，一般上哪玩完，人家会问我不知道，给你拿表看吧。好了，到中山桥逛一圈，准备回去了。今天的行程结束了，我现在回到了酒店，我们来试喝一下这个鸡蛋牛奶醪糟和甜胚子。这鸡蛋牛奶醪糟刚才走的时候洒出来了好多，但是应该不影响味道，尝一下。你知道我之前来兰州的时候喝过这个。之前喝的时候是比较烫的，因为那时候冬天。现在我是特意把它放凉了喝。我觉得如果你不怕烫，应该烫的时候喝，因为烫的时候相对那个味道没有这么重。现在喝起来，那个鸡蛋的腥味会有一点点重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鸡蛋可能不是完全熟透那种，这个牛奶没有压过去，然后整个的味道是有融合到一起的，但是并不是非常好喝。作为当地特色，我觉得是值得尝试一下的。但是如果我觉得你可以先买一碗试一下，不一定会真的很喜欢。我们再试一下我买的这个甜胚子奶茶，这个不会翻车吧？奶茶耶，超大一杯奶茶，天哪！我觉得女孩子其实可以2个人 share 一杯。哎，是不是要晃一下？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晃，试一下。
这味道对，这味道非常对。它这个甜胚子我不确定啊，感觉是用青稞或者是用燕麦的，应该是青稞，然后味道有一点像醪糟的味道，然后配合到奶茶里面，非常的搭，非常好喝。而且这个东西我只在兰州喝过，剩下其他地方我好像都没有太多的遇到过，偶尔会遇到醪糟的，但是很少遇到甜胚子的。我觉得不管你喝不喝这个品牌的，但是来兰州一定要喝一下它的甜胚子奶茶，味道非常棒，绝。好了，一会儿我还要剪视频，剪完视频我就可以休息了。明天一定要吃牛肉面。晚安。早，今天终于要吃牛肉面了。昨天晚上吃太多了，我都撑得慌。但是牛肉面今天该吃还是得吃。今天我们来这个挺有名的老字号，叫蘑沟盐，来试一下他家的牛肉面。3个面加2个酱牛肉吧，2份。大家得先到这边排队给票，给完票之后再到这边吃饭。这是2系3系，这样一个细一个粗的。这是几系啊？2系啊，这是2系啊。兰州牛肉面的面型非常多，一般点3系、2系跟我们北方的面差不多粗细。大家点单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个图。3个都2系吧。往这边排队的。好，看这边排队的人呢非常多。哇，这个面看着还不错。再粗点。再粗点就是3系，再粗你都估计都咬不动。这你都嫌它有点硬的话。多少了？太咸了。它的灵魂就是歌颂。哎呦，那面它这面这么大这么长，材料，那里头再大，豆筋都是。都奔着去。菜脯鸡蛋。这有名啊。有名啊！你没看这排队人多少？这还是得放点醋，不放醋还是差点意思。放点醋好吃。它这面是有点感觉跟没煮熟似的，那味道还成。味道，你那什么味儿没有？咸的。其实就2两面也就。2、3两啊，没多少面。面感觉也那么回事儿，太面的感觉，没有那种筋道的那个感觉。但是那个汤的味道还不错，辣椒那味道也得行。吃这辣的太容易粘脸。他们这儿拉面不叫拉面，叫牛肉面。然后北京拉面就是拉面，北京也叫牛肉面，北京那牛肉面里边也没牛肉，最多一点沫。来兰州吃牛肉面一定要单点牛肉，因为他们本身给的牛肉真的很少。你看，你让我观众看一下，总共才多大个一个牛肉块？就这么大点儿牛肉块，有个4、5块了。实在这个差不多1份多点，1份多点量，差不多。猜多少钱？1份你猜多少钱？1份才9块钱，它这1斤啊写90，1斤牛肉90。我天，终于吃上这牛肉面了！看我都吃多干净，一点面没有。你别说，就是兰州这面的这个牛肉面味道是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就它用的调料吧，还有它的面不太一样。整体来讲，我是相对很满意的，谈不上特别惊艳，但是这味道我觉得相对还是大家应该都能接受的。这面的广场舞这么另类的吗？它这面有楼梯是可以下到黄河边上去的，结果我们走成了跟迷宫似的走好几遍。该说不说啊，他们这边虽然没有多热，但是这个阳光是真的很强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羊皮筏子了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秦汉时期，黄河两侧的居民就用羊皮充气来做这种筏子过河。现在的羊皮筏子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。来兰州，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到黄河边上
不论是否乘坐，但都要来看看这个羊皮筏子，你一定会为古人的智慧所折服。这羊皮筏子是黄河上的一个特色，如果没尝试过的话，其实可以尝试一下。他们这游艇的价格你看一下，不便宜，真的不便宜。如果累了，其实可以来一个这个三炮台，在这边坐一坐，其实也蛮舒服的。他也不累，太聪明了吧！我后面就又是中山桥了。我发现这中山桥，因为是这儿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吧，所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，人都巨多。这中山桥的下面是一些相对看起来比较老的木头，有可能年代比较久，也有可能是这面挨着河，所以腐蚀情况比较严重吧。这是哪儿吗？不知道。你昨晚才来过，你今儿不知道了？中山桥，对，认识了吧？为啥叫中山桥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还问我？不知道才问呢，知道我就不问了。为什么叫中山桥？知道吗？他非要上这儿来，你就知道。对呀，一心就非要来。忘了。你都不知道还忘了，你这看完了就忘了。真行！其实中山桥原名叫做兰州黄河铁桥，1909年建成，后面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，所以把桥的名字改成了中山桥。时过境迁，这座桥也不仅仅是兰州的地标建筑，更是承载了兰州人的记忆，见证了兰州这座城市的发展。我们现在骑个自行车去黄河母亲那个雕塑。这兰州规划的自行车道，这也太窄了，就这么点儿，没了。这也就是一个单行，是对面骑车的人少吗？哎呀，我就在前面骑着，我爸妈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骑车咋都不会骑了？这骑车都不会了。所以你看他们这儿交通是不是有点太乱了？我后面就是黄河母亲的雕像，一个母亲和一个婴儿。我们都是黄河的婴儿，里边永远都是有人在拍，永远都是有人在拍照。兰州水车园，我后面就是兰州水车，是比较古老的一种提罐工具。当然，这个水车也不只是兰州有，很多地方都有。那这个真的还挺大的。水磨坊是什么玩意儿？哦，通过水的动力让它转起来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这三台阁上面真超舒服，阴凉地儿舒服，太阳地儿太晒。这就是兰州的最高点三台阁，从这个三台阁可以俯瞰兰州的全景。三台阁这地方，我觉得稍微有点太高了，你必须得拿这种大长焦才能拍着这个楼。我觉得二台阁那个地方能相对离得近一点，你普通的手机和相机都能处理。所以二台阁、三台阁，我觉得去哪个都 OK 的。哦，你们是3个人，开车了吧？开车了。开车了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没有开车的话，我就是拉客人的。拉客人多少钱一位啊？下去10块钱吧。10块钱一位。啊，拉到一个车仨人。拉到安定门。安定门仨人。所以你要自己来的话，其实也不用担心，你就去安定门，可以打车上来，或者你打一个车上来也成。我之前自己来的时候就是打车上来的，然后下山的时候可以跟人家拼一个车，一起包车下去。行吧，我妈来评价一下这兰州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哪儿好？哪儿都好。哪儿都好，跟没说一样。这评价，你这评价放到任何地方都成。它这地儿晚上景儿好，白天有点污。它景儿那灯一都开开就看不出来什么，就光看灯了。就看灯你就跟什么地儿我告诉你说吧，看晚上夜景也好看，你全开灯。你得楼多楼密才好看，你就俩楼好看吗？好了，兰州的行程结束了，我们马上要开车去西宁啦。不知道西宁有什么好吃的吗？